第119章动手。杜小伟很嚣张，他觉得彭洪波投鼠忌器，不敢把他怎么样。还有，他觉得我是彭洪波的一条狗，是不能自主干事的。他有2个误判，所以他嚣张。我内心无比的愤怒，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眼前的杜小伟却是个人渣。对这样的人渣，年轻气盛的我真的忍不了。如果今天不是想维护一下老彭这个场子，我肯定和刘森一起干这砸碎了。但是现在我需要用个策略，我还是要搞他。这种人我不搞，他不能平我心中之怒。我很怒，但是我却笑了。我咧开嘴对杜小伟道：杜总，咱们这样好不好？不管你干什么事儿，我们单独谈一谈。杜小伟呸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有资格跟我谈吗？把彭洪波叫过来，老子跟他谈。我笑得更灿烂，道：行，那我先跟宋姐去个电话，把这个情况给他汇报一下，然后咱们一件一件的把事儿捋清楚。你想要什么条件，我都满足你，好不好？我提到了宋小晴。杜小伟果然脸色变了，我看着他阴晴变幻的脸，声音便抬高了几度。怎么样，杜总，能谈吗？其他人都出去了，我和杜小伟留在房间里，我们站在门廊边上，旁边就是卫生间。我瞟了一眼卫生间，发现马桶有点堵，堵了大半马桶的水，水还带黄色，肯定里面混合了排泄物。杜小伟神气不减，道：小子，你他妈的拿宋小晴压，我就打错主意了。告诉你小子，老子在混江湖的时候，你还他妈的玩泥巴呢，你狗日的跟我！我打断了杜小伟，嬉皮笑脸的道：杜总，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？他一手搂着他的肩膀，把他往卫生间里挤了一下，然后猛然一手揪住了他的头发，还没等他喊，我便将他的头摁进了马桶里面。他拼命的挣扎，拼命的蹬腿，拼命的想喊，但是他努力的回应就是马桶里掀起翻滚的气泡。那一瞬间我有杀人的冲动，我太愤怒了，我觉得这个人渣就该摁在粪坑中被呛死。那时候我年轻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所以我敢这么干。我把杜小伟从马桶里面拎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看到他像死狗一样委顿在厕所里，脸上沾满了黄东西，我内心的怒火才略微得到舒缓。杜总，我跟彭洪波不一样，老彭想当会长，所以有顾虑，但是老子就是一光棍，你他妈想欺负我，我就烂命一条。杜小伟眼神中浮现出恐惧之色，他知道自己可能想错了，他身子都瑟瑟发抖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恶人，你跟他讲道理他嚣张，你向他服软他也嚣张，唯有你以恶制恶，他就怕。现在杜小伟很怕，因为他感觉如果再跟我干，我真能将他呛死在马桶里。我说杜总，既然能谈了，那咱们就谈一谈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事儿你安安静静的，就当什么事儿没有发生。公安那边和酒店那边我们只要都说没事儿，这事儿就平了。你什么意见？杜小伟说好。我听他嗓子都哑了。我说那行，杜总你好好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，马上吃饭了，到时候咱们喝一杯，愿一笔勾销。我从杜小伟房间出来，回到了自己房间以后，身体像是被抽了真空一般，一下就委顿到了地上。害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出现，我毕竟不是在外面混的人，干不了这种心狠手辣的事情。刚才我之所以干了，完全就是那一瞬间的冲动。干过之后我特别的恐惧，但是恐惧之中还是有一种快意，恶人磨恶人的快意。我给彭洪波打电话，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让他按时安排吃饭。然后我给袁朵打电话，袁朵来了我的房间，他看上去并不是很惊慌。我跟他讲，袁朵，这事儿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但是这个活动我们不能搞了，你和刘森马上返程。袁朵的一双眼睛默默地看着我，用力的点点头。我对他笑了笑，道：刚才是不是很害怕？袁朵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：经理，我很担心您，刚才您的脸色特别难看。我道：没事了，现在我恢复了。袁朵看着我，身子忽然一动，扑到了我的怀里，她将脑袋埋在我的胸口，终于哭了。她怎么可能不害怕呢？她一个小女孩，遇到一个恶棍一样的男人要拽她，她无力反抗，只能绝望的嘶喊。那个时候她是多么的绝望啊！我第一时间冲过去救了她，但是紧接着我又陷入到了困境之中。肇事者不仅不认错，反而气焰极其嚣张。那些所有的经过，袁朵都躲在自己房间里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真的很怕，因为今天这些人都是老板，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，他们如果真的要让袁朵陪杜小伟一晚，袁朵能够反抗吗？她无法反抗啊！我轻轻地拍她的后背，安慰她，没事了，这事儿我已经处理好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太急了，就不应该这么急躁的想着把业务开进他们的商会来。袁朵用力地抱着我，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，她似乎不愿意松开。过了好久，彭洪波跟我打电话说要吃饭了，我才对袁朵道：好了，我马上安排车，你和刘森回去，马上就走，回去之后休息2天，等我回来，把这事儿忘了。袁朵很乖巧，我让他和刘森一起回去，安排的是彭洪波的司机送他们。
走的时候，刘森问我杜小伟这个人怎么办？我说姓杜的会死得很惨，你相信我。我目送他们离开，我忽然也有冲动跟他们一起走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虽然没有多少钱，我从骨子里耻于和杜小伟这种人为伍，可是偏偏我又不能走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没有人能够随性而为。我想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能已经没有勇气把杜小伟的头摁进马桶了，因为我怕。借用葛优的一句台词，就算杀人不犯法，我也怕。